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纽约的情况还是有一些变化。最主要的这个变化呢，就是纽约市的死亡人数又往上升了，达到了21415人，确诊人数是205793人，死亡率是10.41%。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29529人，确诊人数371912人，死亡率是7.94%。全美国呢，死亡人数是102790人，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175万，死亡率是5%。那么人民币呢？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1毛7。那么现在美国慢慢的在恢复包括航空业包括餐饮业了。那么在航空业呢作为旅客，你需要使用洗手液，但是很多人呢见到你的时候呢，现在首先要跟你握手。那你现在还要不要握手呢？你不握手会不会得罪人呢？那么在当下这个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每个人还要厚着脸皮要拒绝和所有人握手。那么甚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者几周里，如果你发现自己认识的朋友他们如果主动伸出手来跟你的话，你还是要从容的应对这种尴尬的局面还是打个小手势就可以了，你不要和他握手。那么当有人这个主动提出来比如说他们感觉是不是不好因为你违反了这种专业的规范你要是如果做生意的话，大家见面互相握手表示热情问候那么你还是做一些这种叫做微拒绝。因为你知道你跟他握手可能会给你带来不适和风险，但是你又不想给他一个很坏的印象，所以在这种所谓的这个距离这个和文化中间的这种矛盾中呢，尽可能的避免尴尬。那么怎么办呢？你只是说要确定你自己本身的感受。你在参加会议呢，或者与新朋友打招呼之前呢，你仔细的考虑你想做什么。你一定要事前有一个计划，包括你的这个身体接触计划你跟他到底什么时候握手，要不要握手还是要碰肘还是说直接把手放在口袋里跟他说，在这个不太适合的这个时机呢和你握手希望你得到原谅希望我也可以感到很舒服，那么你也一样。那么这种社交礼仪呢，特别是在这个现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呢，也比较重要。那么最主要的方法呢，如果是真的表示说你对他的这个热爱或者喜欢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那么当很多的行为观察家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他们开始观察人们的动作的时候呢，他们希望人们在稍远的距离呢打招呼然后快速的挥手，然后呢快速的把手放回口袋。那么同时呢，多用一些言语上的幽默感来减轻彼此之间相处的这种不适的这种感觉。那么你在飞机上呢，你当然要勤着使用那个消毒纸巾了。那么不小心呢，你可能会发生肢体的碰撞比如说你的肘碰到他的肘了。那么你们之间还是应该互相理解。那么人和人之间建立的联系呢，在人文交际方面呢，不要因为有疫情而发生疏远和隔离。同时呢，也是很重要的是不要盲目的判断，人家不跟你握手可能是因为人家不喜欢你还是什么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可能人家也是为了进行自我防护。那么最主要的是不要担心你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呢能被人家相提并论。那么有些人握手的时候呢感觉更舒适，另一些人呢可能希望碰肘感觉更舒适。那么潜在的这种健康风险或者文化的背景使现在呢几乎在美国每一个人都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避免肢体接触。那么现在的美国的健身房也开始要准备开放了。那么我们知道健身房是很脏的有时候到处流汗有各种味道那么健身房的这些老板他们现在头疼，因为如果你健身的话，每个人的淄博的流汗更容易发生交叉传染。那么呢 CDC 呢，它已经创建了一种重新开业企业的一般指南，但是他们忘记了给健身房做一个路线图。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健身房这个联合会呢，他们做了一些建议，要求这个对一些器械呢
进行倾斜，进行很重要的一些清洗，包括你的身体之间啊，各个锻炼的人之间啊，距离也要保持6尺。当然了，他们跟各个这个健身房的这个品牌有不同的关系，他们最好要怎么样调整那些器械的距离啊，然后呢，他们要保证啊不再拥挤啊，不像健身房熙熙攘攘的人多的时候，好家伙，你看这个多少的这个毛巾啊，还有各种每个人身上散发出各种汗水和味道。那么对于健身房的管理来说呢，主要的是说啊，有一些如果你在锻炼的时候，你发现有任何近距离接触或者感觉无法和其他的成员保持距离的话呢，你要直接找健身房的所有者或者是经理人。然后你那些设备啊，你在锻炼的时候你要看看这个健身房的设备啊，要小小的班级，你规定如果室内有自行车、划船机啊，你的之间的距离也要至少隔离6到8尺。那么10到15尺更安全。那么健身房的所有的设施啊，特别是关于训练心脏和力量训练的这个训练器啊，你本身错位也要保证它至少有6尺。在大型或者24小时体育馆中间啊，也要监督啊，监督这些健身房的这个拥有人也要保持这种情况。同时呢，还保持这个适量的这个空气循环。那么很多健身房呢，它在中午1点到12点保持1个小时休息，由这些职员呢对这些训练的器械呢进行一些消毒。那么要登记入会的新的会员呢，他们要站在一些隔离区里。更多的训练呢，当然了，要推广一些虚拟的训练了啊，包括这些视频啦，让你在家里锻炼了，就是不需要你在这个混合的地方啊出汗，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家里做虚拟的这个健身房里出汗了。那么现在呢，数字消费量呢有所增大，那么数字健身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国的一个趋势，所以按照这种新型的这个训练方式，可能未来啊，我担心的是啊，大量的健身房啊，可能是因为这种虚拟的训练呢而关门。这种虚拟的产品、虚拟的训练、虚拟的健身，对于所有的人们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你所要做的虚拟，那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些器械怎么办呢？那么当然你可以租了啊，当然最好的是呢，你还需要有亲身的导师啊，通过虚拟的方法啊，他给你进行远程的指导。那么我们知道啊，纽约马上就要重启经济了啊，很多人都说6月1号开工啊。但是问题是啊，最难过的纽约市，我们知道就是餐饮业。那么说来说去呢，还是餐饮业，因为美国是正在逐步的解封各种严格的规范。那么可是呢，最近发生了什么？韩国又重新关闭了夜店，那么香港的酒吧呢又关了开，开了关。那么美国的现在餐饮预订的平台，他们发现啊，餐饮业必须认识到一点，一夜之内重新开门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餐厅必须解决如何在店铺以外来扩大你的品牌知名度和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个阶段呢，可能要持续几个月时间。那么随着夏季的临近呢，那么户外的座椅作为餐厅恢复营业的秘诀被反复讨论了。那么这种策略呢，本身也存在着很多变数。因为我们知道秋冬时候你肯定不可能在室外坐着，对吧？你现在这种夏天你可以，特别是在纽约市啊，户外的酒吧区，如果你占了很大的地点，你开的是这个露天的啊，吸引顾客，那么你当然可以同时考虑外卖啊和送餐的服务。那么现在呢，如果你的店铺的面积足够大，而且是在户外，当然是很幸运的了。那么不会像小型的室内餐厅一样的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那么餐厅呢，如果是室内餐厅和室外的餐桌必须保持6尺以上呢，那么还可以容纳一些客人。那么尽可能的减少这个客人之间的亲密接触。你像我们在曼哈顿里，我们看那些餐馆啊，大家都很近。那么你桌子上能看见我吃什么，我能看见你吃什么，大家互相聊天，一种很好的氛围。所以你整个的这个餐馆里嘛，你就听见嗡嗡嗡嗡嗡的声音，每个人都很兴奋的讲话。那么你只有听你邻桌的话呢，只和你的这个同伴你能听见他说话。这是一个典型的曼哈顿的餐馆。那么在恢复疫情的时候，要复工的时候，那么人和人之间距离那么近，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对于将要解除限制令的这个纽约州来说，那么美国很可能会有46000家的餐厅恢复营业，
那么 FDA 已经编制了一份这个临时停业的零售餐饮机构的清单，而且给他们了一些规范，但是这规范呢只是一个指导性的，那么还需要各个州自己来决定这个餐饮的规范是如何。那么很多的餐厅它开业呢3、4月份的时候已经开了，但是他们多数呢采用的是外卖的模式。那么采用外卖的模式呢，当然他们同时也延长了这个营业时间了啊，可以提前接受预定了啊。同时他们扩大了这个配送区域，然后提供这个大号菜肴，供这个顾客在家里长期享用，或者是那个送的那个外卖食盒等等。那么这种如果开业了以后呢，设想客人来到这个餐厅内部啊进行吃饭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很多社交距离的这个要求啦，是吧？还有这个客人要进行这个温度测试啦，也要进行这个健康这个宣导啦，同时还要保护这些服务员的这个安全啊，所以很多的成本就会增加上来。但是现在马上就快到夏天了嘛。那么夏天呢，很快纽约就会开启这个堂食的服务。那么以前呢，这个堂食服务就是欢声笑语的社区。那么现在要保留这种本质和活力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顾客还是要来餐馆呢，还要有一个温馨的感觉，一个交流的感觉，一个热情的感觉，而不是说大家都在隔离嘛，否则的话你不如在家里吃饭，对吗？那么很多的曼哈顿的这个餐馆呢，它鼓励顾客自己佩戴面罩来保护自己和餐厅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他们在地上也贴那些保持社交距离的点儿，是吧？间隔6尺。但是呢，也要求所有的餐馆啊不再提供那些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些餐具，当然了，这成本就很贵了啊。同时他们有的外卖区啊和室内的区分开，同时还出现了那些中央食堂。那中央食堂的话，等于集中生产啊，然后是单独配菜，然后单独递送。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啊，目前为止已经汇总了，作为了纽约市的餐饮业啊，将会在未来1个月重新开业以后的一个指南。而 CDC 呢，它严格规定的餐桌之间啊是至少6尺，也就是1.8米，而且是尽量用手机应用向顾客发送这个空位提醒。同时呢，和这个餐厅合作，导致堂食本身啊，因为你的座位是很宝贵的嘛，那么堂食又受限了，你的距离拉大了，你自然吃饭的人少了，所以在堂食是赚不到钱的。所以要想办法在公司的这个网上订餐啦，这个无接触取餐上面啊，要做一些功夫啊，同时还需要和外卖的这个公司啊签好合同，多的进行外送，然后最好呢这个平台呢不要收任何佣金。那么这种情况，同时也要保证这个餐厅和这个厨房的这个加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措施。那么很多的餐馆啊，现在还宁可停业，一直停到7月、6月，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针对刚刚开的这个餐厅，你已经关了3个月了，那么你这些有没有剩余的食物啊，需要销毁啊？那么现在纽约市的这个食品检查的部门，他有没有上班啊？有没有这个及时的给你检查呀，保证食客的安全啊？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当然，如果刚刚开业的时候，我的建议头几天先别去啊。你去的话，你可能是不是吃了剩菜啊？至少是剩的那些不会腐烂的菜啊，所以还是有些问题啊。当然，很多的餐馆也提供什么快速病毒检测的功能了。然后呢，公司呢也会保护员工啊，给他发什么？如果你确诊的话，给你发14天的应急工资了。然后呢，给这些设立这个隔断了，各个桌子之间设立这个立板了。同时还有些什么灾难补助了、精神健康和病假福利了，还有这个儿童看护的支持等等。那么甚至星巴克呢，它给每一个员工呢每个小时多增加3块美金的工资。那么现在所有的纽约市的餐饮业都在跃跃欲试的要重新开店，而且跃跃欲试的向各个城市学习了各种经验。昨天我们讲了，在香港是吧，学习各种经验，也甚至向中国学习这个各种经验，包括这些什么入口取餐的经验了，开车取餐的经验了，外卖服务的经验了。那么同时还包括什么Uber Eat 还包括这个麦当劳这个送货的经验了。那么同时他们同行之间互相的切磋，互相的学习，包括能不能
不要接触这些现金啦，是吧？然后如果只是那个在店内下订单的话呢，那么自己带走了，是吧？自取了。所以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病毒进一步传播，那么可以隔绝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同时呢，美国还讲究是要求员工的身心健康和这个顾客的身心健康也要达到最好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指导方针下，那么我有信心相信美国的这纽约市的餐饮业会很快的恢复。当然，刚才我谈的主要是这个非华裔的这个餐厅因为他们洋人是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他们要做这些事情进行了各种计算，然后呢归根结底，他们还是希望所有来吃饭的客人有一个非常愉悦的体验，让人们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压力。那么甚至呢，他们还鼓励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让人们带来惊喜的方案。但是说到底，还是大量的餐馆的拥有人希望政府提供一个标准的餐馆的在疫情期间的指南，而这种指南很可能永久性的改变了纽约的饮食文化。当然了，他们还希望大量的顾客多给他们一些小费。但是现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量的中餐馆要关门了。这种关门是永久性的关门我们知道，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那么华人呢，多数在开餐馆的时候呢，一周工作7天，每天12个小时。那么甚至他勤劳的华人就这么一直每天工作着几十年。然后甚至他们有小孩的时候，让孩子在餐厅里做作业，那么小孩也是在餐馆里长大的。那么现在呢，当每一个头一代的华人他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找每个礼拜1天休息2天休息他们每周工作80个小时，实在太辛苦了。但是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呢，几乎无意接手他们的餐馆。在美国各地像这种中餐馆的老板，他们都准备退休了。他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们都有了高等教育，他们都不喜欢从事这种餐馆这种高劳动力的服务。所以在美国头20大城市里的，它的中餐馆的数量一直在下降。那么以前7.3%是中餐馆，现在只有6.5%。那么这个20个餐馆，这20个城市中的餐馆总共增加了1.5万个，但是华人的餐馆竟然减少了1200个。那华人餐馆的比例呢，也从10%下降到8.8%。但是人们对中餐的兴趣并没有下降根据 Yelp 的这个浏览量呢，平均分也没下降，那个评价也没有下降，阅览数也没有下降。那么在美国全美范围内的，包括越南餐包括韩国餐包括日餐都在上升。当然我们知道餐馆最大的竞争力老是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一是租金冲击，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线上服务的冲击。所以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发现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华人第2代的经济流动性。那么中餐馆的在美国的关门的趋势反映出了一段成功的故事。那么他们的祖先，包括我们华人的祖先，辛辛苦苦来到美国打拼，辛辛苦苦开了餐馆，也养活一家族。然后其他移民的群体也有类似的经历。那么移民的子女呢，因为社会流动性和包容性进入了更加主流的经济领域以后呢，他们拥有餐馆的这个意愿呢，比他们父母要低得多。那么实际上这些子女在恢复他们父母作为第1代移民在某段时间失去的地位。而这些第2代的华人，他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继承父业。那如果他们成了企业家的话呢，那么他们的子女往往都是在技术和咨询行业，很少在美容沙龙或者是餐馆中工作。当然最近呢，我们发现一个情况中国在4月份发布了第1季度经济指数的时候呢，这一次很值得赞扬。这是真的， GDP 增长率下降了6.8%，和经济学家预测相符。那么人们注意到了中国的失业率，3月份的失业率是5.9%，那么之前呢是5.2%，随后几个月里呢，中国有46万家企业宣布破产，然后它的失业率呢在4月份又再次上升到了6%。
但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发现啊，这个为什么中国的失业率一直非常稳定？那说明它这个失业率并不是真正的劳动力的代表。那么在中国呢，要掌握重要统计数据的可靠数字非常非常困难。那么中国的官方失业率通常是稳定的，几十年来啊都徘徊在4%到5%左右。那么2018年的时候，当时中央政府对系统进行了改革，以期对劳动力进行更准确的核算。但是新模式还是存在着缺陷。首先，它不包括农村失业。那么3月份吹捧的5.9%的数字仅代表城市地区，把农村地区排除在外，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遗产。那么农民呢，不算失业率。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农村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制度的设计却保持不变。许多农村居民已经成为了城市工人，他们不住在那个土地上了，但是在官方的眼睛里看，他们还是在那块土地上维持自己的职业。那么现在的失业率呢，误导了大量的工人，因为大量的农民工并没有计算在里面。中国的失业数据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它纠缠在一起。那么户籍制度把人们分成了城乡不同的地区，那么农村的人口他被剥夺了城市的身份，而且大量的农村人口进行迁徙，经常换工作，而且经常是非官方的工作。那么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人口，它的流动性是难以确定它的准确人数和就业情况。那么2019年，中国政府统计了2.91亿的农民工，占了总劳动力的36%。那么今年3月份呢，只计算了1.29亿个农民工。那么大量的农民工失踪了，不见了。那么失业的农民是不是计入了中国的官方失业率呢？那么其实呢，尽管很多的专家认为并没有计算，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不能够靠中国的调查数字获得真正全面的信息。但是呢，可以承认中国当前调查的系统比他们以前用的系统好多了，因为至少他们已经调查了至少超过60%的劳动力，也包括了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工人。所以现在呢，因为美国失业的这个严重性，使人们对中国的劳动力稳定的报道更加怀疑。因为美国的失业率今年前4个月升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14.7%，高于3月份的4.4%和2月份的3.5%，甚至很可能未来达到25%，所以太可疑了中国的失业率。当然，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比大多数人更加关注失业率，因为作为一党制的国家，中国合法性的关键就在于实现这种连续的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那么中国建立了这个衡量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成功与否的指标是2个，永远记住2个，一个 GDP， 一个失业率。那么失业和抗疫活动之间，它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那么中国这种所谓抗疫的，并不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为它抗疫主要是因为欠薪啦，因为没付工资啦，缺少社会保障啊，主要是这方面的，和社会稳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都明白，中国确实他们担心失业的。那么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年度大会的时候呢，那北京它确实发布了一个备忘录，他们确实对于失业率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量。当然我们看啊，利用 GDP 的增长来推断就业的相对变化，把 GDP 的变化转化为家庭收入的增长或损失，并以此推断失业率，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所以经过了洋人包括美国和英国的推测，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实际上是10%。那么也算出来了2002年到2009年之间的平均的失业率是10.9%。所以研究人员说，这种类似于美国用来确定劳动力数据的这个当前人口调查中用的是同样的公式，所以用美国的公式算出来，中国的失业率是10%。那么因为有中国多达5000万失业的农民工至今下落不明，所以很可能是官方失业率公布的这种4.5到5的2倍。所以我们知道啊，中国的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港区的国安法。那么这种国安法呢，让中美关系更加紧张。纽约时报报道啊，川普准备取消来自解放军联系很多的大约3000多名的
这个在美学习的研究生的，要把他们遣返，取消他们的签证，因为认为他们的本科是和中国的军方联系很深，那他们的目的就是带着任务来美国学习先进的知识，同时联系各种导师，刺探各方面的情报，了解各方面的最新发展，然后回去向领导汇报。所以目前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发现了，那么他们来的这些人和中国内地的7所大学有紧密的联系，而他们这种本科就是和军事院校联系的学生，他们的方向就是间谍，这是美国认为的。那么美国大学的员工当然有些反对了，他认为你这个不能老有这种盲目的红色恐慌嘛，你说你是间谍，你又没有证据，那么他们来是读书的，而且呢你不来的话，你会丧失了很多的学费。但是川普政府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也知道哈，那么这个本科如果是中国有大量的军事院校和军工有关的院校，那么根据过去一些 FBI 的逮捕的这个人的例子和破获的一些案件呢，他们确实发现有大量的相关性，和中国的这些军事院校的背景的有相关性。所以这次出台了这个13个这个大专院校，对他们进行制裁，上了这个实体名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大量的黑客也出自于这些和这个军事院校有关的这个学校和科系。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呢，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现在还有36万中国留学生呢，这个3000人呢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这3000人呢，如果你要是现在被川普遣送回去了，第一你没有完成学业，你没有文凭，你回了中国你也是找不到工作。所以你想办法还是想办法能够就地消化。所谓的就地消化呢，无非是中国人在美国就几种方法嘛，要不就结婚啊，要不就转身份转签证，是吧？要不就先不当学生啊，不进行其他的各种方法。大概美国还有限的这么几条路可以留在美国吧。当然了，如果你回中国有些风险，第一你是没有毕业，是吧？你是有了中国的本科学历，那是军工企业的，然后你没有在研究生方面有任何的学历，那么你回去的话呢，等于你前面第一是白来了，第二呢，因为中国大量的开始收缴护照，那么你可能也就以后出不来了。那么这2样导致可能你以后这个和外界接触，特别是来美国的机会就没有了。这点呢，还是希望你能够仔细的考量一下。而且呢，我还衷心呢也希望呢你能够在美国呢安定下来，因为你可以毕业了回去服务中国没问题，是吧？但是现在美国的风向就是它其实对中国抱着强大的戒心。那么你的个人的选择，尽可能的在当下和你国家的选择先分开。你先想你自己怎么办，你的家人怎么办，然后你的未来怎么办，想清楚这个。因为现在这个风向不对，形势不对，所以想办法当然能留下来就留下来，能消化了就消化了。实在不可以，那么只好再回中国。那么回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是不太好啊。到美国呢，当然再怎么样，当然也是有一些机会的吧。当然理论上说，你如果是被遣返的话，目前为止川普的这个新的这个政策的条例还没有出来。那么出来的话呢，看看他有没有特别的规定，比如说你不能合法的转签证，你说是不是不能合法的转成别的身份？那么如果你不可以，那只好回去了。那如果可以，还有机会，当然你可以联系这些什么移民律师啦，进行一些合法的转换，这也是鼓励的，也是美国欢迎你的地方。毕竟你的人生走到这一步，你已经非常的努力了，所以我衷心的祝福你们能够成功，也能够在美国成功。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